是谁能让众多球迷为他哭泣？是谁连坐在板凳上都充满话题？是谁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整个足球世界？当你去问一名足球迷，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足球选手？答案或许是梅西，或许是贝利，或许是马拉多纳。但如果你问谁的人气最高，他最喜欢的足球选手是谁？答案10之8九会是这位。他在推特上有超过1亿个关注，他在 Facebook 上有多达1.7亿位粉丝，并坐拥 Instagram 最多的6.3亿名粉丝。他就是整个运动圈、名人圈最受欢迎的男人，足球天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听到前面的开场白，你可能会想说，哦，所以 C 罗就是靠名气、靠那张帅脸而已吗？他配拿来和其他几位封神人物相提并论吗？实际上 C 罗要说帅也不是最帅，至少他也还没超越公认史上最帅的贝克汉姆姆。但为何他的知名度影响力更大？就在于他的球技和他的帅气成正比。他绝对不是只是外表好看这么简单，他还有非常出众的脚上功夫，令人羡慕又极度的帅又会踢球，才是他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主要因素。而他本人也早就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总是充满自信。有些人则说他有些自恋自大，因为他始终坚称自己是历史最佳。当然，又帅又强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条件，只是他也并非从小就被捧在掌心当宝，甚至可能还差点，他却不存在这个世界。C 罗出生自北大西洋上，一个隶属于葡萄牙的小岛马德拉。马德拉岛气候宜人，四季如夏，是非常适合居住旅游的度假胜地。这里的人性格上也有别于欧洲本土，更加的热情奔放，让这座岛仿佛置身于天堂一般。然而，住在马德拉岛上的居民却不如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富裕。尽管马德拉岛有观光做经济支撑，但产业到底是不如本土丰富多样，所以这里的人只能很本分努力的打拼，就为了挣些钱养家糊口。当然小时候 C 罗一家也不例外，虽说 C 罗一家并非是一贫如洗，却绝对也称不上过着富足的生活。他的妈妈是一名厨师，爸爸则是到处打零工，要抚养3个小孩已经有些吃紧。但在1985年时，他的妈妈又怀上了第4胎。对于经济条件并不算好的爸妈来说，若把这小孩生下来，可能也无法给予良好的照顾，所以讨论结果就是打算将小孩给拿掉。但在准备做手术前夕，妈妈突然反悔了，她决定还是要把小孩给生下来，毕竟这也是一个生命。而这第4个小孩就是C 罗。C 罗差点无法诞生于这个世上，并不是夸大，甚至连他妈妈都对此感到愧疚。他竟然有想拿掉小孩的念头，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所以在 C 罗出生后，他就一直对 C 罗照顾得无微不至，试图弥补过去差点铸下的大错。纵使经济问题始终困扰着 C 罗一家，但妈妈总是咬着牙辛勤工作，为的就是给小孩们吃饱穿暖。事实上，在 C 罗眼中，他的妈妈并没有亏欠于他，反倒还认为自己的妈妈是史上最伟大的母亲。没有妈妈的细心照料，也不会有今天的他。而且他妈妈比他还更投入于足球。每当 C 罗在场上踢球时，他妈妈不只是会到场观看，还常常很激动地在场边声援呐喊。有时战况陷入焦灼，妈妈还会紧张到差点昏倒，100%地投入到 C 罗的比赛，也是为何 C 罗总是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关键。至于 C 罗的爸爸，倒是对家庭没有太多贡献，只是 C 罗也始终深爱着爸爸，甚至现在不管是在 C 罗的哪一个家中，都会挂着他爸爸的画像，因为 C 罗一直希望爸爸能看着自己成为史上最成功的足球选手。C 罗的爸爸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参与过葡萄牙的殖民地战争，所以说爸爸侥幸生还，回国后却罹患了战后创伤，并一直有酗酒、借酒消愁的习惯，最终导致肝功能受损于2005年病逝，享年仅52岁。纵使 C 罗的爸爸在生前对于一家的经济没有给予太多帮助，但却会推动 C 罗走上职业足球选手的重要推手。起初 C 罗想离开马德拉岛到本土踢球，妈妈不是很赞同，因为妈妈不希望儿子在他照顾不到的地方，尤其当时 C 罗才12岁，但爸爸反倒鼓励 C 罗去闯闯，纵使过程可能不如意，结果可能不顺遂，但走过一趟才会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哪。所以在爸爸的激励下，12岁的 C 罗才得以满怀自信地往欧洲大陆迈进。只可惜他爸爸还来不及看见他成功，就离开人世，这也成了 C 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从此便立下誓言，绝对要成为足球场上最厉害的人物，并且比谁都还要长久。C 罗在12岁那年离开家乡，来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参加了一支名为葡萄牙体育的足球俱乐部试训。俱乐部高层几乎是在第一眼见到 C 罗，
就马上决定要签下他。当然，他在试训的表现并不差，但有一说法是说，当时已经颇有姿色的少年 C 罗，被认为有利于俱乐部的宣传，所以不管试训成绩如何，都会把他纳入麾下。总之，12岁的 C 罗很顺利的进到了里斯本的足球俱乐部，并被安排到俱乐部的训练营，进行密集的集训，随时都准备将他派上赛场。然而，真正的考验也在这时到来。或许是因为人生地不熟的缘故，使得 C 罗在训练营时表现有些失常，而且他讲话总是带着马德拉岛口音，时常在队上被嘲笑，导致他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连球队高层都认为他们这次可能押错宝。但每当他联系上爸妈和兄弟姐妹时，家人们都会鼓励他继续勇往直前。为了不让家人们失望，也为了证明自己能成功，再苦都只能往自己肚里吞。他说什么都要坚持下去。终于在训练了整整2年的时间，14岁的 C 罗得到了登上准职业联赛的机会。虽说是准职业联赛，但也是必须放弃学业才能进行。起初妈妈并不同意，因为他们一家人中只有他也有机会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妈妈不希望他放弃这个机会，但比赛和课业也实在无法兼顾。重点是 C 罗在经过了2年的训练后，实力、自信都更胜于往。妈妈被他给说服，让他能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并全力地去实现足球梦。只是才刚过了这道关卡，另一道难题又接踵而至。C 罗在15岁时被检查出心律不齐，或是说心搏过速，也就是心脏的跳动速度过快，严重时可能会导致眩晕、休克，甚至是死亡。一般症状不严重时，可以靠药物进行治疗，但势必是不能再做任何可能导致心跳过快的活动，包括他最爱的足球。所以他只能选择进行手术，否则他就得放弃足球。而虽说心律不齐手术的成功率很高，但术后仍伴随着并发症或后遗症的风险，同样可能导致他再也不能踢足球。所以这次的难关是真的攸关他整个人生。好在上天是眷顾他的，他的手术不仅成功，术后的恢复也极为快速良好。没几天后，他竟然就开始练球。解决了这个最大的难题后， C 罗的足球生涯也终于正式开始。少年 C 罗在葡萄牙联赛稳定的成长，球技也日复一日的进步。他期许自己能早日登上葡萄牙最高殿堂——葡萄牙超级联赛，并在联赛上大放异彩。而终于在他17岁时得到了这个机会。他在这个赛季为葡萄牙体育出赛了25场，一共踢进3粒进球，外加5记助攻，是一个不错但称不上绝佳的表现，但至少让他得以进到主力阵容。而也就在他成为主力后的一场比赛上，他的命运便被彻底的翻转。2003年8月6号，著名的英国豪门足球俱乐部曼联做客到葡萄牙里斯本进行友谊赛。当时曼联的主教练弗格森爵士也在现场。为何曼联的主教练被称为爵士？简单来说，是因为他的成就之高，所以被英国皇室册封为下级勋位爵士。可见他过去缔造出多少丰功伟业，可见他带队的水平，看人的眼光绝对是一流。福爵爷一看到 C 罗的表现，就表示就是他了。虽说 C 罗在这场友谊赛没有踢进1颗球，但他盘带的技术过人，跑动速度、触角速度也飞快，重点是他长得很英俊潇洒，完全符合英国球迷的喜好。而且甚至连曼联的球员都说 C 罗不止帅，比赛后发现他的实力也是1等1。所以这本来只是单纯的一场友谊赛，突然就变成了 C 罗的品鉴会。曼联说什么都要得到他，只是怎么可能这么刚好？曼联来到葡萄牙就立刻发现他这么出色会没有人知道。确实当时也不止曼联一家想要他，英超的几支劲旅像是利物浦、阿森纳也都在同时相中了 C 罗。是不是看中他的球技不晓得，但既然曼联想要的话，哪有不抢的道理？所以才18岁的 C 罗竟然就让英超上演起了抢人大战。而这时又有一名关键人物出现，更是把这场抢人大战给推上最高点。豪尔赫门德斯，他是一名葡萄牙籍的大师级足球经纪人，在足球经纪人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他是运动员们最想要合作的对象，因为他高超的谈判手腕总是能帮助运动员们获得最优渥的待遇。你说，连英超的豪门队伍都注意到 C 罗，葡萄牙的门德斯怎么会不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早就和 C 罗搭上了线，确保 C 罗不会误上贼船。C 罗在2003年时准备转会，好几支豪门队伍都来向他献殷勤，一度还传出兵工厂阿森纳即将得到他。
甚至还有阿森纳的球迷已经在庆祝。但最终曼联脱颖而出，得到了 C 罗的青睐，因为门德斯帮老东家葡萄牙体育谈到了破纪录的转会价格。据报道指出，曼联必须得支付葡萄牙体育1224万欧元，是当时史上最高的18岁转会费记录。但知情人士声称，真正的价格绝对不是这样，因为有一部分进到了门德斯的口袋里。至于门德斯，也帮 C 罗谈到了漂亮的条件，曼联承诺至少会让 C 罗出赛25场，并保证有充足的上场时间让他表现。因为当时 C 罗才刚满18岁不久，担心自己去英超只会被当吉祥物，所以希望自己能上场。当然，这也有利于他之后签下更大份的合约。曼联接受了条件之后，使得这不仅成了门德斯当时最成功的一桩生意，这桩生意更将改写英超乃至整个足球界的历史。曼联是英超的4大豪门队伍之一，在1992年英超成立之后，更是一骑绝尘。截止2003年的前11届英超，曼联就拿下了8次冠军。这样的队伍还需要 C 罗的帮助吗？答案是，当然需要，因为他们在2003年时送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夺冠功臣兼队伍招牌，史上最帅的足球选手贝克汉姆。讲到这，你就晓得为何曼联要抢 C 罗了。C 罗不仅能顶替贝克汉姆走之后的前锋空缺，更能衔接上贝克汉姆的帅气，稍稍抚平了曼联球迷失去贝克汉姆的遗憾。因此 C 罗加盟曼联可是会命中注定，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而曼联也将对使经典的7号球衣直接就传承到了 C 罗的手上，可见他们不只是单纯看上 C 罗而已，更寄望他能继承并持续曼联的荣耀。C 罗在英超的第一个赛季并没有太突出的账面成绩，一方面是还在熟悉英超的战术体系，另一方面是还在和队友寻找默契，所以他整季就只踢进4球和传出4记助攻。但每当他上场时，总是能引起全场鼓掌，因为他的盘带技术确实高超，尤其他那又喜欢秀的个性，让他即使并非在攻门阶段，也还是看点十足。当时曼联的老前辈贝斯特，同时也是过去身穿7号的初代王者，就给予 C 罗的首秀高度肯定，说这是他生平看过最精彩的初登场。然而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 C 罗只不过是花拳绣腿，在场上杂耍，对球队并没有实质帮助。而会有这个论调的出现，就来自于他无法立即就帮助曼联卫冕英超冠军。纵使他在来到球队的第1赛季，帮助曼联拿下了一座奖杯，但那是被认为次一级的英格兰足总杯冠军。对骄傲的英国人来说，既然英超是世界第1的联赛，那拿下英超冠军当然才是最重要。所以要得到曼联球迷甚至英国球迷的青睐，他势必得带领曼联重返荣耀。C 罗在英超的前3个赛季，曼联都在前3止步，所以说这并非是一个多差的成绩。但对于已经习惯夺冠的曼联球迷来说，无法夺得第1，仍旧让他们倍感失望，甚至对 C 罗的实力也开始产生怀疑。而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从小就很骄傲，对自己充满自信，所以就更不能让人看扁自己。于是他加倍努力的自主训练，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据当时曼联的训练师表示，C 罗基本上都是练到最后一个才走的，并且会很积极主动地询问训练方式，试图从各方面精进自己。他在不为人知的背后是真的下足功夫。后来 C 罗成功后也一再坚称，自己是因为刻苦训练才有今天。人们都只看到他表面的成功，却不晓得他同样也牺牲了许多，牺牲了童年玩乐的时光，牺牲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牺牲了本该能停下来休息的时刻。他一直在往前迈进，才会有如今的成就。虽然有些人在他成功后开始酸他炫富，说他豪宅名车不停地换，但他也不否认不反驳，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努力后应有的回报。他就是想借此告诉世人，只要坚持努力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也能成为下一个 C 罗。C 罗真正开始大名大放是在2006年，因为2006年是他生平第1次参加足坛的最大盛宴世界杯。事实上，与其说是他的第1次，不如说葡萄牙这届也不过是第4次参赛而已。因为葡萄牙并非是足球实力非常强的国家，过去参赛的次数甚至比亚洲的韩国还少，你就晓得葡萄牙充其量只有中段水平，因此他们能踢进世界杯就已经值得嘉奖。但在 C 罗的首次参赛之下，他们就不只是踢进世界杯而已，甚至还有角逐大力神杯的机会。葡萄牙从资格赛开始就展现了有别过往的强度，尤其踢进7球的 C 罗，更是他们得以异军突起的关键。到了小组赛，葡萄牙同样也难逢敌手，以3战全胜的完美姿态晋级。
这是葡萄牙队史第2次踢进淘汰赛，而且他们也没有止步在16强，反而不断的往上攀升，最终踢到半决赛才败下阵来，并以第4名结束。虽说最终没能如愿拿下大力神杯，但第4名的成绩已经足以鼓舞葡萄牙队的士气，因为这已经是他们历史第2好的表现，并且年轻的 C 罗也让他们看见了未来的希望。只是相较于葡萄牙来说，英国球迷倒是开心不起来，这就起因于葡萄牙和英格兰在8强比赛的冲突。葡萄牙在2006年世界杯8强赛遇到英格兰，两队本身是没什么过节，但对 C 罗来说就有些微妙，毕竟他正在英超踢球。之前讲到马拉多纳时有提到，球迷是这样，一名外国人来帮我们的俱乐部踢球，我支持他，但国际比赛时我们就各挺各的，而且如果我们遇到了，我还会嘘他，就算他是我们俱乐部的人也一样。这就是为何1990年马拉多纳代表阿根廷与意大利比赛，现场原本支持他的那不勒斯球迷会开始嘘他的矛盾情况。而 C 罗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在葡萄牙对决英格兰的比赛上，英格兰的选手鲁尼和葡萄牙选手卡瓦略因为身体碰撞而使得比赛暂停。这原本只是一个很平常的肢体接触，却在暂停不久后，鲁尼领到了红牌，被罚出场。这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只有葡萄牙选手们暗自窃喜，因为鲁尼可是英格兰重要的一员大将。甚至在红牌判罚后，镜头还捕捉到 C 罗神秘的不知道在向谁眨眼，好像是计划成功了一样。事实上，鲁尼原本不会吃到红牌，是在 C 罗向裁判抗议之后，鲁尼才吃到红牌。因此，当时不止英国球迷，甚至英国解说员都直接抨击 C 罗和裁判，以示暗通款曲，联手做掉了英格兰。所以在后来世界杯结束， C 罗回到英超后，满场英国球迷都在嘘声以待，让场面极为尴尬。而更尴尬的是，当时事件的主角鲁尼还是 C 罗在曼联的队友，两人知会的互动就令人玩味，许多人就等着看好戏。还好他们两个情商都蛮高的，世界杯归世界杯，英超归英超，两人甚至还联手创造了这年英国的最佳进球，并携手带领曼联一路过关斩将，重夺了久违3年的英超冠军。有了世界杯的经验，再加上英超冠军的加持， C 罗已经无所畏惧，正式进到了成熟阶段。他在2007至08赛季一口气将自己的进球数翻倍，整年攻进了31球，成为本赛季英超金靴。上一次曼联有球员单赛季进球30次以上，还得追溯到44年前。这一赛季的 C 罗真的是完全抓住了英超的目光，几乎成了他的个人秀。他本来甚至有机会一举打破英超的单季进球纪录，但因为这赛季他被禁赛3场，才使得他错失了追逐纪录的机会。只是禁赛也没有打乱他的进球步伐，他还之后在对阵纽卡斯尔的比赛上上演了生涯第1次的帽子戏法，带领曼联以大比分痛击纽卡斯尔。而也就是在这场比赛过后，奠定了曼联这赛季的英超第1。英超结束后， C 罗也跟着曼联一起征战该年度的欧洲冠军联赛，他在这些欧冠踢进了8球，高居本届赛事第1。当时第2名的选手正是梅西。最终曼联就在 C 罗的强势表现下，一举拿下了2008年的欧冠冠军。但还不只有如此，这年曼联还又拿下了英格兰足球联赛杯冠军和世俱杯冠军，可说是收获满满，重返荣耀。 C 罗也在年底的大奖金球奖上毋庸置疑地被票选为第1。这座金球奖不仅让英国球迷对他臣服，打消了继续嘘他的念头，更成了他往后辉煌生涯的起点，也为足球的新时代拉开序幕。 C 罗强势的登顶，几乎把英国能拿的奖项都拿了遍，让他因此有了想转会的念头。是说曼联有什么对他不够好吗？绝对没有，只是他喜欢挑战，接受挑战，他不想安于现状。他不是只要转会而已，他还要挑战其他顶级的足球联赛。西甲 C 罗在2008年时和皇马搭上线，本来一度传出2008年他就要转去皇马，但他和曼联的合约毕竟还剩4年，曼联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放他走，所以曼联不止没有如他所愿，还把皇马告上了国际足联，指称皇马违法招揽他们的球星。当然国际足联没有搭理就是，甚至还表示足球选手不应该沦为现代奴隶，他们随时都享有转会的权利。因此曼联只多用了 C 罗1个赛季，便让他跑到了皇马。但曼联也没什么损失，因为皇马一口气支付了曼联高达8000万英镑的转会费，换算成欧元的话直逼1亿。
大幅刷新了当时的转会费记录，甚至合约上还外带一个离谱的11欧元违约买断条款。虽然这个条款不容易触发，就这样 ，C 罗在2009年声势滔天地来到了西甲，成为皇家马德里的一员。当时 C 罗之所以跑到西甲，其实也引发诸多揣测。有些人说是因为 C 罗是一个比较爱秀的选手，相较英超的攻防转换太快，球未必会在他脚下，在西甲他就有较多的时间控球，便于他大秀脚上功夫。而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因为梅西在西甲，所以他才跑去西甲，并故意选在梅西母队巴萨的死对头皇马。但这说法有点上帝视角就是了，因为当时梅西尚未在欧洲缔造任何功勋。至于以 C 罗本人的说法，是说自己从小就是皇马的球迷，所以加盟皇马一直是他的梦想。总之，不论如何，他的转会都牵动整个足球界的发展。C 罗到了西甲后，并没有出现适应上的困难，反而直接就改写了皇马的队史纪录。前4场比赛他都有进球，过去皇马没有其他新人做到。事实上，这赛季他为皇马出赛了35场，一共踢进33球，进球比接近1:1，已经是他生涯至今为止最高。而这也正是受惠于西甲的球风，因为西甲本来就比英超更容易得分。至于35场33球，还只是他在皇马最差的成绩。往后的他不止进球数字会更多，甚至他的进球比还长期维持在1以上，也就是基本上只要他有上场，就会看到他进球。他在皇马的9年间进球比高达 1.07， 是整个西甲史上生涯超过200颗进球的选手中比例最高且唯一破1的。强如梅西也只有 0.91， 就知道 C 罗不是只有那张帅脸，他确实有着真本事。而促使 C 罗缔造这项纪录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梅西。前面提到2008年 C 罗拿下了足球最高殊荣的金球奖，当年压过的第2名就是梅西。但梅西从隔一年的2009年开始，也就是从 C 罗转到了西甲后，马上就连续4年都夺得金球奖，搞得 C 罗有些难堪，有点明明能在英超继续创造历史，却自己跑来西甲自取其辱的感觉。而 C 罗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这4年的颁奖典礼上，他总是脸色铁青，媒体更见缝插针地说他和梅西有过节，即使在典礼前2人就有说有笑，他只是不甘心自己输给其他人而已。C 罗和梅西的良性竞争也从此刻发酵，并且不只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全世界的足球迷也热衷于其中，探讨谁才是当代的足球之王，并且因为2个人同时都在为西甲效力，使得这段期间的西甲一度跃升为世界最受瞩目，被认为是强度最高的足球联赛。可见他们俩的竞争还连带改变了整个足球版图。皇马时期的 C 罗是他生涯最巅峰、最辉煌，进攻火力也最旺盛的时候。他和梅西在2012年时上演了史诗级的进球大战，不止分别以46球和50球改写了西甲历史，2人还都比当年进球第3名的人多出1倍，可以说是真的成了这2人的双人秀。而虽说梅西在进球数上略胜一筹，但 C 罗倒是创造了一个更夸张的神话，就是他在整个赛季面对19支不同的队伍，全部都有进球的记录，没有任何一队能阻止他攻门，成为了西甲史上第1人，毫无疑问的划时代创举。同一年，他也带领皇马夺下了西甲冠军，使得他在和梅西的比较中，终于稍稍扳回了一城。讲到冠军，比起过去在英超6年囊括一堆冠军， C 罗在皇马的前5年倒是有些黯淡，就只拿过1座西甲冠军和1座欧冠冠军，以及其他零零总总的刺激比赛冠军。先不说跟死对头梅西做比较，连在皇马自身伟大的历史上，这5年都不算特别的值得被记载，有点 C 罗强但独强，皇马没有太多变化的感觉。而之后的4年，虽然皇马的冠军变多了，还曾做到欧冠3连霸，但 C 罗却渐渐产生了去意，因为他认为自己越来越不被高层重视。后4年皇马的成功，高层归功于自己，归功于行政团队的操作成功，归功于体系的日趋成熟，总之就不认为 C 罗有多大的功劳，留他在阵中只是因为他有名气，他在社交网络上的粉丝人数。这也使得 C 罗团队在和皇马高层谈续约时非常不顺利。皇马认为过去开给他的薪水已经够高了，而不愿在网上提高帮他破纪录，导致原本想在皇马踢到退休的 C 罗计划生变，并决定在2018年时转投意甲劲旅尤文图斯。尤文图斯还直接开给了 C 罗破意甲年薪纪录的价码，比当时意甲第2高薪的选手高出整整3倍。
可谓是给他做足了面子。未来的4个赛季 ，C 罗也将改在意大利展现球技。意甲跟西甲、英超一样，是欧洲的5大联赛之一，但相较于西甲强调个人球技和进攻能力，英超强调攻防转换和远射，意甲就比较注重在防守和战术。这对 C 罗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而虽说他转到意甲时已年过30，但他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退化。他不止在到来的头2年就帮助尤文图斯夺得2次意甲冠军，他自己更是有机会再拿金球奖，差点成为足球史上的第1位，却没有赢得尤文图斯高层的尊重。因为尤文图斯是意甲的常胜球队，拿意甲冠军只是家常便饭。C 罗来之前，他们就已经达成7连霸。C 罗来之前，他们就在赢了。队史更是拿过34座意甲冠军，再多2个冠军也索然无味。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在欧冠，而 C 罗到来后，他们还是无法做到这点，就使得有些人开始觉得 C 罗有点鸡肋，甚至有人开始抨击他很自私，只顾着自己进球，尝试射门，不在乎团队，也和意甲的球风背道而驰。当然，这论点可能存在一点道理，但总感觉是把尤文图斯的困境全怪在他头上一样，使得他就想，与其在这卖命还受委屈，不如一走了之。于是他在尤文图斯的第4个赛季只踢1场，就又转会回到老东家曼联，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源头。不过这次后续的发展却截然不同，相较于过去刚到英超时充满干劲和活力，2021年36岁的 C 罗已经年华老去，虽然多了几分干练，却同样也带了几分沧桑。他不再像过往一样能强势攻门，更不像年轻时能游刃有余的大秀盘带。尽管他在场上依旧偶有佳作，但曼联的成绩并没有因此提升。人们也开始对这名曾经最受欢迎的球星落井下石，说他只在乎个人成就而非团队荣誉，说他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甚至说他的时代已经终结。种种责难加注在他身上，迫使他只好推迟隐退的时间，试图重新点燃自己，做最后的放手一搏，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要如何找回失去的尊敬，大概只能通过国际赛事。为实力、资本本来就很雄厚的俱乐部赢球不稀奇，带领自己的国家取得大赛冠军，才是真正的价值连城。C 罗在国家队中最高的成就，发生在20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在小组赛被分在实力相对不算强的 F 组，结果没想到还是踢得异常艰辛，甚至还差一点有可能无法晋级。最后还是靠 C 罗在第3场连进2球，才保住了晋级席位。而到了淘汰赛时，葡萄牙的运气也不是一般的好，分别在16强、8强和4强遇到了克罗地亚、波兰和威尔士。这3支队伍当时的世界排名分别是26、27和28名，也就是葡萄牙还是遇到了比较好踢的对手，并顺利过关斩将挺进到决赛。你可能会想说，这届欧洲杯葡萄牙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单纯运气好而已吧。实则不然，因为葡萄牙在决赛面对到的对手就是2年后在世界杯夺冠的法国队。这届欧洲杯法国队的成员大致跟2年后世界杯一样，就差了一个姆巴佩。可见这一批法国队已经算是精英中的精英。当然，在法国队坚实的防守下，葡萄牙很难攻破防线。但同样的，葡萄牙这届比赛也非常顽强，对手也很难从他们手中拿分。葡萄牙和法国一直僵持到加时赛，最后靠替补上场的埃德尔踢进关键制胜球，帮助葡萄牙打败法国，夺下了队史首座欧洲杯冠军。这届欧洲杯冠军已经是葡萄牙队史最高的荣耀，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只剩下世界杯。2018年世界杯对葡萄牙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因为2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队伍竟然被分在同组，也就是他们将面对那个船坚炮利的西班牙。但 C 罗一点也没落于下风，反倒在对上西班牙的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一个人将局面给踢平。而也就是这一平，让他们得以躲过提前被淘汰的命运。只不过到了淘汰赛，葡萄牙仍旧挡不住乌拉圭的攻势，再度的在16强就被淘汰。这支葡萄牙连续3届世界杯一直无法跨过去的坎，每次都止步16强。C 罗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4强，竟然已经是葡萄牙的顶峰，而这也正是他所面临到的困境。纵使他的个人能力再强大，葡萄牙的上限就是16强，始终无法更进一步。但他并没有怪罪队友，只是无奈这么多年过去了，葡萄牙里依旧没有人能赶上他的步伐。而转眼间就来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这一届的世界杯也将成为他的最后一舞。尽管 C 罗暂时打消了退休的念头，但却明确表示，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是他的最后一次参赛，甚至还表示，如果能拿下冠军，他大概会原地宣布退役。可见他心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那座大力神杯。然而事与愿违，让他赛后也忍不住流下泪水。虽说他目前还打算继续延续职业生涯，但世界杯冠军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因为纵使他之后反悔参加2026年的世界杯，届时他也已经41岁，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夺冠的机会只会更渺茫。这也是为了他和他的粉丝，都对卡塔尔世界杯的结果难过不已，因为世界杯将注定成为他一辈子的缺憾。话虽如此，仍旧有许许多多的人肯定 C 罗以来的付出，并仍称他为足球史上最佳，因为他的职业生涯进球纪录已经越过900粒，并且极有可能达到1000球大关。而葡萄牙也是因为有他在，才得以连续踢进世界杯正赛，并在整个足球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纵使有些人依旧看不惯他的姿态，无法忍受他总是充满骄傲，但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持续精进的动力。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无法改变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他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同他是第一，只要他自己相信自己，他就会是足球天王。